来了，快耀哥，我来了，你放开他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跟我说。停！你就站在那儿。你要杀的不是我吗？现在我在你眼前，用我换他。不可以，好吗？不要。好啊，那你先把枪放下。放下！不要！不要！踢过来。现在我可以换他了吗？光耀哥，别动，再不打死你！没事了，有我们老裴在，一个人就能搞定，根本用不上我出手。马后炮！切！裴少君，我脚崴了，走不动了。裴少君，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？我脚都崴了，我是为了你才来的，你自己就走了，你忍心吗？你万一突然冲出来个人把我给杀了，那我死了我就怨你，我做过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裴少君，你。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在北京学生游行那次。那个时候你整个人意气风发，在人群中闪闪发光，所以当时我就决定，一定要认识你。哎，老裴。裴
裴少君，我脚崴了。老裴，怎么这么认真啊？我这么个大活人在这儿站着，你看不见啊？脸怎么那么红？刚才搏斗很费体力。你到底是谭司令的亲妹妹，都一样喜欢撒谎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说我哥。你之前可比现在慷慨激昂多了，现在一点都不热情。哎，裴少君！哎，裴少君！别追了！哎，这事还没翻篇呢，你怎么没对我这么热情过呀？小叔叔，光耀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光耀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而已，包扎一下就好了。去督办，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旭成，带你家少帅包扎一下。那就有劳谭司令了。嗨，小事儿。哎呀，光耀哥哥，顾小姐，感谢谭司令出手相助，小女才能够安然无恙，谢谢。穆公，您客气了。这次多亏了婉清小姐及时发现了刺客，撞开了他，不然还有很多伤亡呢。穆公，因为婉清小姐是第一证人，所以一会儿审讯的时候还需要她做个人证，您看方便吗？自是体大，小女自当配合。只是烦请谭司令在审讯刺客时，关照一下小女，免得受到惊吓。穆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婉清小姐的。谢谢。少儿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们小心点。没事。司令，约瑟夫人呢？在一楼关着呢。走，去看看。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真被吓着了。谁一把鼻涕一把泪呀？切，都抹人身上了，还说呢。能不能好？我手劲这么大。没事，走吧。哎，刚刚干嘛不吭声啊？伤得这么重。就是，我看你们都围着徐光耀，再说这点小伤也没什么事儿，我自己处理一下就行。走吧。哎，我去和酒店要一点酒精和绷带，先帮你处理一下。哎，不。你先去吧。你要把衣服脱掉。哦。你都不敢看我，怎么给我包扎呀？谁说我不敢看啊？好。算了，这些伤疤太多了，怕吓到你，让他吓不到我，坐着别动。
有点疼，忍着。好。你这些伤更疼吧？还好吧。你身上这么多伤，一看就是打仗冲在最前面的，你就不怕死啊？我身后的都是兄弟，我死也不能后退。我是少帅，我得保护他们。难怪年纪轻轻就能让谭家军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南征北战。你保护他们，谁保护你啊？我命大，没事儿。你看见这个伤口吗？我15岁那年留下来的。15岁？你知道中弹是什么感觉吗？说起来挺好玩的。刚开始你不会觉得疼，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样，很麻，很热。如果不是弹孔流血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中了弹。但是几秒之后，就是钻心的疼。你根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当时你还能闻到自己弹孔的气味，那种气味就像烤肉一样。你怎么熬过来的？疼着疼着就习惯了。忍着点儿。好。你想要了我的命啊！谁要你的命啊？那不想要命，要人啊？轻点儿。就是不能对你太好。没有伤到骨头，记得按时吃药，伤口别沾水。谢谢，谢谢大夫。谢谢。哎，你和这个穆小姐，不是她替你当人质，就是你替她受伤，还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的。光耀，这名刺客什么来路啊？我没和他说上几句话，就被谭玄灵击毙了。不过这名刺客还有2名同伙，现在被谭玄灵关起来，正在审讯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过去看看？好。约瑟夫先生，谭司令，I really don't know how this happened.
Both of my followers are new employees. This whole th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. 那2名随从是新雇的呀。徐督办，谭司令，问出个究竟了吗？徐督办，约瑟夫先生说这件事跟他没关系，我看还是分开审比较好。那我陪光耀审这个随从吧。约瑟夫毕竟是商界名流，还是谭司令亲自招待的好。审讯这事儿，就不劳烦各位少帅了吧？今晚的庆功宴本是谭司令做东，结果出了刺客一事，司令部的安保问题已经受人诟病。若此事还要谭司令自审自结的话，我怕会有人做文章。是啊，由我们几家一起参与，做个见证，可免节外生枝嘛。谭司令是信不过我们，还是心中有鬼？我谭玄林坦坦荡荡，又不怕什么。你们愿意审就你们自己审好了，我还落得轻松呢。好，徐成，在，把人提到隔壁房间去。是，把人押走。开门。光耀，你可知道我揽下这件事的意图？你是怕谭玄林暗中使诈，为自己脱罪？你只说对了其一，那其二是，今天晚上我和老苏都在，谭玄林素来狡诈，难保不栽赃在他们苏家和我们裴家头上，我们不得不防。还是老裴想的周全。对付谭玄林这种马匪崽子，我们确实要小心一点。总之，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，不能给任何人做文章的机会。谭司令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放我走？约瑟夫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今晚的事与您无关，所以我现在就派人送您回家。你是说我可以走了？当然，谭斯，派人送约瑟夫先生回家，代我向夫人问好。是。谭司令，既然你知道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还要关押我？刺客要刺杀的是徐督军的公子，我怎么也要扣押一下，走走过场吧。实在不好意思。那，你也可以事先告诉我一声，你这样不是耍我吗？约瑟夫先生，请吧。你明明知道不是约瑟夫指使的，还装模作样的审他，是不是故意做戏给光耀哥看？又被你猜中了。光耀哥是正人君子，你别把你这些花花肠子用在他身上。怎么能是花花肠子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出戏，我是为你而唱的。为我？是啊。虽然说你和徐光耀是青梅竹马，但也是10几年没见了。这人心隔肚皮呀！你现在又是他的秘书，如果我不试探一下他的人品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和他出双入对呢？无事搅3分。哼，要是真搅出事来，证明徐光耀是一个伪君子，那我就更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至少，在我和他之间，你不会选他了，不是吗？你少操这种心。我说的是立场，你看，你又想歪了，总是对我想入非非的。我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把你的嘴给缝上。你说是谭司令派你来刺杀我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原本他有恩于我们，我们定到誓死效忠。可是我一个同伴刺杀失败，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竟然枪毙了我们自己人，还想给我草草治一个死罪以绝后患。既然他不仁，
就别怪我对他不义了。关耀，我就说这一定是谭玄龄干的，这是老天让他完蛋呢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少帅，就这些。关耀，是不是马上报告你父帅啊？我们去看谭司令那边查得如何吧。谭司令，约瑟夫人呢？我们冤枉他了。约瑟夫跟今晚的事没什么关系，我就让他走了。确实不是约瑟夫干的，这家伙已经招了。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没错，就是他，谭司令，就是他。这也怪不得他，要怪就怪指使他的人实在是眼拙。怎么样，谭司令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仅凭一个狂徒一句话，你们就把我的罪给定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我觉得谭司令不会这么糊涂啊，谁会在自己的庆功宴上行刺？谭司令，这家伙如今命都在你手上攥着，他没有理由污蔑你吧？想必是你要杀人灭口，这家伙狗急跳墙，才把你供出来。关耀哥，今天他的同伙刺杀你的时候，是谭司令扑上来救了你，我们都在场的。如果是他自知刺杀无望，临时起意救下光耀，妄图自证清白呢？徐督办，你觉得呢？在下定论之前，我想请大家看样东西。玉成，在，把钱给我。这是张月票，看发行时间是今年发的。我很好奇，你一个上海犹太商人的随从，为什么随身会带着千里之外才流通的月票？我去广州出过差。你刚刚自己说的，你是从美国刚回来，一回来就去了约瑟夫的洋行做职员。如果是前几年去的，为什么会有今年发行的月票呢？所以，你根本不是美国留学回来的，你骗了约瑟夫，你是南边派来的。你做了假身份、假简历，并且把你的月票换成了银元和沪票，为的就是方便能够在上海使用。但是你还留了一点月票的原因，是因为等事情结束之后，坐火车回广州，到时候你会需要月票零钱，坐黄包车，银元找不开，沪票又用不到了。我说的可对？说得好，不愧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，我谭某真的佩服。哼，谭司令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如果不是这张月票，你可洗不了嫌疑啊。因为我相信，徐督办不会冤枉我的。
少帅，他人已经死了，把他带走吧。是。来人！这下倒好，死无对证了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这件事就是南边派来的，他是想来挑拨我们与督军府的关系。人犯死前，尚未交代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，尚且未知。幕后凶手，我会想办法查清，但我相信这件事跟谭司令没有关系。我相信督办不像某些人，还没查到证据，就开始血口喷人了。你，光耀哥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么一起走。哎，徐督办，穆小姐还没录完口供，现在还不能走。放心，录完证词我就回去。可是，放心，人我一定给你平安送回去。光耀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等你。多亏光耀哥还你清白。你就一点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怕他冤枉我吗？刺客的钱包我早就搜过了，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才那么细心。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，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。你笑什么？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？你干嘛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？我没比，明明是你担心我。我担心你什么呀？你想多了。你不应该担心我吗？如果我出事了，谁还替你办事啊？也不知道谁想多。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那你还替无赖包扎？我走了。哎，夜深了，我送你吧。你这2天走背字，别又让人给绑了。我走背字也是从认识你开始的，好不好？认识我，你才不会走背字。光耀，徐伯父要是知道你把搞垮谭玄龄的大好机会白白给浪费了，他肯定会找你算账的。算就算吧，反正这种栽赃诬陷的事，我做不来。又没让你栽赃他，是南边要栽赃他。你顺水推舟，扳倒谭玄龄也算是不辱使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以为南边会这么好心，替我们除掉眼中钉吗？自然是没安好心。我们的3位副帅正在整编5省联军，南边这个时候派人刺杀光耀，并且栽赃给谭玄龄，上海局势必乱，整军之事也自然顺利不了。你现在倒是明白了，光耀，你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亲审此案，是不是防着徐伯父借此做文章？你既然自己亲自审过了，徐伯父便不好再借题发挥了。洪琛，有些话心里知道就好，不必说出来。知道不端，你却偏要做个正人君子，我是替你不值啊。没有什么值不值，只有该不该。谭四，哎，拿下来。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司令，你说这刺客真是南边派来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像。你想啊，咱们谭家军跟革命党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那怎么就把矛头指向咱们了呢？你再者说了，你要论起来的话，那徐督军、裴督军那都杀过革命党啊。
要找麻烦先找他们才对啊，那找咱们干嘛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只不过现在死无对证，只能按革命党处理了。乖啊，哥哥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我特意炖了鸡汤，你喝一点吧。没事，太晚了，我没胃口。我特意炖了好久，很好喝的，你就喝一口嘛。谢谢你的一片好意，我真的不饿，你自己喝吧。哎，婉清，你回来了。光耀哥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这伤好些吗？啊，没事。今天晚上没吓着你吧？是谭司令送你回来的。啊，是一个勤务兵送我回来的。放心，我胆子没那么小。有谭司令在，姐姐自然也不用害怕。光耀哥哥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婉婷也在啊。我刚做了宵夜，正准备和光耀哥哥一起吃呢。婉婷小姐，我说了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我也先上去休息了，你早点睡，伤还没好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门口有位姓廖的先生求见。不见，说我不在。廖先生说，10年前他是您父亲的随军医生。给他喝点粥吧。兄弟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快，司令和大公子在前方山谷遇上了马匪，快去支援！哎，学令！
司令，玄林，六叔，哎呀，来，快让我看看你。哎呀，这大小伙子了啊！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消息，这当年谭家的二少爷，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上海王喽。六叔，10年没见了，这10年里，我一直想联系您，可是一直联系不上。您过得还好吗？做些小生意，勉强混日子罢了。哎，来，六叔，请坐，坐吧。来，来，谢谢。六叔，我知道，当年你是因为在罗督军面前据理力争，反对取消谭家军的番号，所以才被罗督军驱逐的。当年遇上马匪，辎重被劫，你父亲战死，这罗督军不仅没有抚恤，还把所有战败的原因都加在了你父亲头上，连番号一并取消，未免太让人心寒了。这一战，让我们谭家多少年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带着兄弟们打了无数胜仗，可是到现在还有人在嚼舌根，说我们当年连马匪都打不过。人言可畏啊！你父亲生前军功显赫，可这最后一场败仗，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打进去了。六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当年那场仗的惨状你也看到了，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怀疑呢？其实我一直怀疑，你父亲遇上的不是马匪。六叔，你也觉得他们不是马匪？马匪只为劫财，一般不会斩尽杀绝。可当时，他们炸毁山石，封住山谷，你父亲、你大哥，还有所有的部下全部阵亡。我实在是想不出，什么样的马匪能有这样的战斗力。这10年，我转战南北，可是再也没有听到这伙人的消息。如果他们真的是马匪，不可能干一票就金盆洗手了呀。可惜，当年没有一个幸存者。我每次梦见我父亲，我都想跟他问问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惜梦就醒了。这是当年从你父亲伤口上取下的弹头，这些年我一直留着，也许你能用得上。开花弹。当年所有遗体身上的创伤都特别大，很多甚至被炸开了半个胸膛。这种子弹，在全世界的正规军里面都是禁止使用的。廖先生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正规军不会用，马匪也绝不会用。玄林，我还想跟你说，很多事情并不像你眼前所看到的那样。当年谭家受到的冤屈，今天不要再加在别人身上。六叔，您是不是意有所指啊？当年你父亲遇上的马匪可能不是马匪，昨晚远东饭店的革命党也可能不是革命党。六叔，那您现在做什么生意啊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过去的事，今天的事，还望小谭司令都能寻得真相。好。已经登报结案了，确实是革命党所为。副帅，儿子实在无法罔顾真相。真相并不重要，你这样心慈手软，你怎么斗得过那姓谭的？到手的机会你都抓不住。是儿子错失良机，请您责罚。罢了，你性格刚正，真让你做了违背内心的事情，怕是你心里也过不去。谢父亲谅解。这政治就像下棋，失去了先机，便再也无法挽回。好在这胜负也不是一局定输赢的。谭玄林签下的约法3章第1条，遣散安置谭家军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一局我们必须赢。是。廖叔，昨晚除了刺客，督军府已经下令，命我全城搜捕革命党。这市面上且得乱一阵子了，生意不好做，您多加小心。好的。不过我一生意人，谁又会找我的麻烦呢？廖叔，别让我为难。明白。谭司令，后会有期。廖先生，后会有期。这弹头从哪来的？真的是老司令身上的？老傅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廖医生？不记得。老司令身边的军医，斯斯文文的，一看就是个文化人。我遇见他了，这是他给我的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留着。他也怀疑，杀死我爹的可能不是马匪。我就知道。老司令绝对不可能输给一伙马匪，可是，跟着老司令的兄弟都不在了，没人知道山谷里发生了什么。就司令，居然把这姓谭的排在我们前面，还说他是什么4少帅之首，哎，有没有搞错？就凭他？八卦小报的噱头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谭玄林他就是一马匪土包子，凭什么和我们相提并论？要争论职位，我们可还真不如他。不过是个傀儡司令罢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最见不惯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迟迟不肯解散谭家军，只怕是不想当这个傀儡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总统大人，好久不见。
坐。谢谢。之前总统大人几次邀约，我都因为拍戏繁忙，实在无法前往。今天我做东，特意向您赔罪。顾小姐你不必道歉，只要顾小姐约我永远有时间了。谢谢总统大人。总统大人，真巧啊！谭司令，韩玄您的秘林书说你晚上约了下，费安顿原来就是顾小姐。不是，这俩怎么整一块儿？看来我们应该不是偶遇吧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。我约了您好几次，都被您的秘书给挡下来了，所以我才借顾小姐的面子，希望您不要见怪啊。约瑟夫先生是我的好友，你却把他当作刺客抓了起来。谭司令，这是新官上任给我一个下马威吗？总统大人真是中国通啊，下马威都知道。但是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非常的不合适。在您的面前啊，我是马首是瞻。朋友，我刚才在雪茄吧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堂堂苏少帅，连你司令部的门都进不来了。我跟你说正事儿，刚刚我在雪茄吧挑雪茄，你猜我见着谁？顾月霜。我是见到顾月霜了，但是他和谭玄林在一起。他们本来就一对，在一起不奇怪吧？但是和他俩在一块儿的另外一个人，你肯定觉得奇怪。大惊小怪。谁啊？费安顿。你想见上？你想见上会民团？对，我的兵啊，都是打过仗的老兵了，所以维护治安自然不在话下。现在的工部局只有巡警和宪兵，这华人之间的纠纷，他们不便出面。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商会民团，或许就方便许多。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谭司令你上任时便与督军府约法3章，这第一条是解散军队，而且期限就快到了吧？总统大人，记性真好。只不过我的这些兵，唯一的本事就是打仗。这督军府非得把他们放在工厂里，完全是无用武之地啊！而且现在这个形势非常混乱，这革命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进来了。这督军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难道总统大人不想建一个属于上海、完全不受任何人摆布的私人武装吗？这靠天靠地，不如靠我们自己啊！我想是你想弄一支不受任何人摆布的武装吧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这个提议真是有点意思了。我想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只不过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。总统大人放心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。谭玄林找费安顿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甭管他想干什么，对咱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我记得你和费安顿的女秘书
有些娇气。那只是我众多仰慕者之一，也算是有些交情吧。反正那洋妞挺喜欢我的，你说吧，要我帮你办什么事？你帮我去问问，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。Oh dear, we have married so many years. I don't even know you are so romantic. I couldn't be happier this anniversary. Anything but you want, darling. 小叔叔，你也太坏了，都安排好了不告诉我，害我紧张半天。你就不应该紧张，有我在啊，谁也不能占你便宜。那倒是，我这辈子有小叔叔就够了，我都不用嫁人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回去吧啊，开车慢点。嗯，那我走了，慢点，拜拜。开车慢点啊。嗯。司令，双儿小姐还跟以前一样，跟你那么亲。她当然跟我亲了，她的命是我捡回来的，能不亲吗？哎，司令，你说费安顿能看在双儿小姐的面子上帮咱们吗？当然不能了，他这个老狐狸，哼，没那么轻易拿下。那你还不着急？这眼看着就到这解散的日子了。这饭啊，要一口一口的吃，路呢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嘿，真厉害！哎，我要是你，早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哎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形容那个天在你面前，库嚓一下就塌下来了，然后你还面不改色的。老子15岁那年，天就塌下来了。放心吧，谭家军的天塌不了。开门！哎！是这样的，光耀，这个谭玄灵呢，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为商会民团武装。你看这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帅，谭玄灵居然想怂恿费安顿，要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商会民团武装。他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上海司令，费安顿不会冒这种风险去得罪我们督军府帮他吧？很难说。从费安顿的立场，如今局势并不明朗，手里多几支枪，便多几分把握。谭玄灵的提议正中下怀，难保他不会动心。早知道这个样子，刺客一事啊，还不如栽到他头上，不惹督军不高兴。我这世界上不光是有人情世故，还有是非曲直。看来我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总董事大人。进来。怎么是你啊？哦，我看门没关，就进来看一下。这个谭四，向来不把门关好。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？没有。来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。没事，小伤，已经快好了。你今天不太高兴？有吗？你是不是在想安置谭家军的事情啊？庆功宴上你说年前会做好，听说督军府一直在催你。你要是有困难，要不我去劝劝我爸爸，把他们安置在穆家产业里。
我不是来替光耀哥催你的，我是真的想帮你的忙，毕竟我们穆家产业的工资最高啊。这事儿你可能帮不上我。啊，放心吧，我这么唯利是图的人呢，需要你的时候一定会找你帮忙的，不会客气。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光耀哥，光耀哥，出什么事啦？哦，我约了费安顿，准备跟他商量安置谭家军的事。今天你就先回家休息吧，晚饭也不用备我的了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啊？穆家在上海还是有几分面子的，我在旁帮着说话，早点安置好谭家军，你也好早点回悦城啊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一个女孩子去应酬不太好。我是你的秘书，陪你应酬是分内的事情，更何况堂堂督办大人出门，怎么能没有随从呢？好，那就听秘书小姐的。小叔叔日理万机的，怎么今天有空请我吃饭？你帮我约到了费安顿，我肯定要好好感激你一下。那一顿饭可不够，我今天可是为了见你，连费安顿的邀约都拒绝了。他邀请你干嘛？不会是因为我借你的面见他，他为难你吧？那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电影圈的上海王，他哄着我还来不及呢。这次是他要和徐少帅吃饭，请我去陪陪女眷。我就说我要拍戏，拒绝了。徐少帅不就是你司令部那位徐督办吗？他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去的？而且他不是没结婚吗？哪来的女眷？双儿，改天再请你吃饭。大四，走了。好呀。说走就走，谁在乎的是饭啊？请。费董。徐督办，幸会。费董，光耀来上海也几个月了，一直琐事缠身，没有机会登门拜访您。副帅已经怪罪我了，让我今晚好好陪您喝几杯。对了，这位小姐可是穆公从日本归来的女儿吗？是吗？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穆婉清小姐，现在是我的外文秘书。穆小姐前几次酒会都是惊鸿一瞥，今日一见真是气质不凡，不愧为上海第一千金。总统大人过奖了，以后在上海的工作还请总统大人多指教。那我乐意为穆小姐效劳。总统大人，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。好的。司令，穆小姐跟徐督办吃饭，你还要盯着呀？
你是不知道，费安顿这个老色鬼，徐光耀对付不了。费董，今天工部局抄送了我们司令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通报，里面提到日本棉纱厂愿意提供低息贷款给中国纱厂，不知您是否有留意到呢？这个我注意到了，不过这是棉纱行业的问题啊，穆小姐是最有发言权的啊。毕竟现在上海的中国纱厂将近一半都是穆家的。那穆小姐，你觉得日本上会的贷款该不该要呢？费董如此精明，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利弊。日本棉纱商想用这种方法兼并中国的市场，然后欺行霸市，哄抬价格。他们已经搞乱了天津、青岛这些地方的棉纱市场，现在又想故技重施来搅乱上海的市场。如果费董您不制止，那上海恐怕迟早一片混乱。不光是文文秘书，你看他样子也是经济秘书嘛。不过你们穆家自己有棉花供货商，也有码头仓库，也有固定的销售渠道，想必不会受到影响吧？可这棉纱行业是国计民生的行业，是关系到老百姓的。如果落到日本人手中，不免受制于人。费董，您设想一下，如果这以后啊，我们军用的棉衣、老百姓的棉被、医用的纱布，全部都要从日本人手里拿，想必你也不安心吧？不愧是穆公的女儿，你想得很是长远啊。穆家愿意出钱帮助这些困难的纱厂渡过难关，而且无息贷款。你们不是明摆着要和日本人打擂台吗？那我要是选择支持你们，拒绝小日本，那我难免有失公道啊。这个，费董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您两头都不得罪。好，那你说说看。费董，谭家军正在等待解散安置。如果能够把他们安置到纱厂里，穆家就能以补贴安置的理由给纱厂一笔钱。纱厂有了资金渡过难关，自然不用跟日本人贷款。日本人的贷款放不出去，也不会怨到您头上了。那更关键的是，把谭家军都安置在纱厂里，谭司令的商会民团也就没法成立了。原来那个家伙想把谭家军改建成民团武装，难怪不找我帮忙。徐少帅，你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，你是不是就是想把这个民团的事叫黄啊？对吗？费董啊，我和您交个底吧。上海是受督军府的管辖范围，督军府是不会承认有民团武装的存在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。穆小姐，此事关系到你们穆家的利益，那你是让我得罪日本人和谭司令？难道你不该先和我喝几杯吗？那你只有表示一下你的诚意。来，来。费董啊，穆小姐酒量浅，还是我陪您喝吧。穆小姐，你请我帮忙，但是你不跟我喝酒，那没有诚意嘛？费董，这洋酒我实在是喝不惯。没有问题，来，我们喝中国茅台怎么样？
来，慢点，慢点。费董，穆小姐确实酒量浅，还是我来和你喝吧。徐少帅且慢。那如果这酒是我请穆小姐喝呢？那自然是我敬她一杯，她会敬我一杯。那到你这里可就不合适啊。那费董先生打算怎么喝呢？6。我很喜欢6是个好数字。那这样吧，他喝1杯，你替他喝6杯，如何？泪化成雨。走了几年轮廓，如何平衡？到人